嗨，大家好。刚刚呢，我从这个 Lawrence Market 里面走出来啊，不知道里面的气温太高呢，还是这个里面太过热烈啊，所以我都光得出汗了。现在呢，我走到这个市场的外面啊，这里应该是上面这一层。很多人呢也是买着食物就在边上的桌椅上呢吃东西聊天。我觉得这边的街道可以来看一看啊。其实对面呢还有一个搭建而成的市场。总之这个地方呢也是成行成市啊。很多的商店都是连成了一片，就大家可能把这个作为一个周末到这边来休闲啊、逛街、亲子活动的地方。现在呢，我走下一层去了，好像有当地人在那边表演吧。小范围的一个演奏还是演唱，边上的路上很多人在椅子上坐得好好的，在欣赏音乐。看来我来晚了，这边已经演奏还是演唱结束了，但是可以在这条街上随意的逛逛。刚刚在里面呢实在是太热了，因为人很多啊，气氛也很热烈。到了外面呢就非常的休闲啊，就有很多的桌椅，有些呢是有伞撑着的。因为我发现多伦多这边天气啊也是多变啊，今天也是很难说呀。你看这个天都是暗的，说不定会下雨。就在这样的小道上漫步走一走，每个人的表情都很放松，好像大家的节奏呢也比较慢。还有这样的平衡车。左侧呢就是我刚刚在里面逛了一大圈的这个市场，这条路呢已经成了这个市场的延伸，就大家买了东西呢可以在这边吃、坐着聊。左侧呢也不是实际的开了一些餐馆啊等等的商店，大概就是这种自由自在的属民的景象，就老百姓的这种生活的场景。左侧呢可能就是刚刚演奏的演艺人员啊，很多市民还跟他们在那边聊天。马路对面呢就是我刚刚在2楼看下来的，应该是临时搭建的，它也叫圣劳伦斯 Market， 应该是这个延续吧。既然来了，我们也到那边去看一看，这边都卖些啥。我想象的这边可能是更多的就是工艺品啊、纪念品之类的。I'm good. 大
起来认识不认识人都会打招呼。你看有很多的手工艺品，很多呢还是跟宗教有关，当然女士们的首饰肯定不能缺。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很大的场地，就像我想象的，这边呢没有卖吃的东西，主要就是各种各样的手工艺、艺术品、首饰，还有就是衣服，包括家庭用品等等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些东西。在音乐的伴奏下面，大家的气氛就很容易被点燃。这边还会卖一些老的胶片、唱片。时不时有机会来感受一下这种氛围，我就觉得挺好的。看到马路对面呢，又是一个共享单车停靠点啊，所以只要在旅游观光地方呢，这种共享单车应该是不缺的。马路对面呢，就是刚刚我在里面逛了一大圈的像 Lawrence Market 这栋旧楼，感觉以前就应该是用作市场的吧，建得像一个大仓库。好了，我们在市场这边的逛街呢，先告一段落啊，再到别的地方再去走走看看。刚刚呢，从前面的那个像 Lawrence Market 走过来，这边呢都是一些工业风的老街区，但是这边明显的也在进行很多的改造，就那种底层的旧的建筑得到了保留，但是后面或者上面呢就盖了很多的新楼。现在呢，我们来到了这家店啊，叫 Old Spaghetti Factory。我女儿带我们到这边来吃意面，吃意大利餐。我们现在进到里面去。看来这个店呢还是有些人气的。我们来了以后必须等位。你看这个墙上有很多的老照片，他们也喜欢怀古的这种风格，幽暗的这种内部的环境啊，非常像我上次在英国离开伦敦前一天，朋友请我吃的那家意大利餐的装修。可能意大利餐都是类似的这种环境。嗨，大家好！刚刚呢，就在我身后左侧的这个意大利餐馆啊，吃了饭，享受了片刻天伦之乐。接下去呢，我就吃完饭随着走走，继续在这个接近湖边的地方，看看能不能走到湖边去。刚刚在这家意大利餐馆吃饭呢，还是蛮有情调的，或者说有些异国情调这样的一家餐馆。而且我注意了一下呢，基本上都是一家一家的来这边用餐，所以跟中国人一样啊，西方人也是讲究家庭观念，希望呢能够一家人共度美好时光，这都是一样的。走出身后这一段幽暗的隧道，前面呢又见到这座公路桥了。看到这个桥线乱糟糟的，还在建设过程当中，就感觉这个建筑工地啊，比中国那边建设的场地还不讲究。每个城市都差不多啊。如果你大兴土木，进行大规模的城区的改造，就有点像中国上海啊这些大城市前几年的大量的拆迁，就必然呢会抬高房价，因为政府呢也是需要这些土地开发再利用，土地呢必须升值，结果呢确实城区的发展，城区的面貌得到了很大的改善。但是呢，确实
也发生了很多老百姓，尤其是大量底层的百姓啊，越来越难以负担自己的一套房子。虽然还有最后一个手段，就是租房，但是呢，租房的人呢，最大的可能就是在几十年的过程当中，失去拥有房产的增值，那个有可能是很大的一部分，甚至会多过他们买的退休基金、保险这些方面的增长。也就是说呢，大概率就会保住这个社会整个财富的增长。所以到最后的话呢，也只能望房兴叹了。但是呢，确实也不会阻止这个社会继续的发展。你可以看看啊，我左侧的这些高房子、大阳台，确实做得非常的漂亮，面对着一个海边。这边呢也有很多的这种餐车，摆得整整齐齐啊，就好像一个一个的小餐馆那样。我的右侧，我现在对着的方向呢，应该就属于是洲际酒店的一组建筑物了，看着很老，上面有旋转餐厅，感觉呢就是很多年以前的建筑了。但是呢，正对着这个湖滨占据的最好的位置，而这个边上呢就有好多好多的新的住宅大楼，当然也有其他的是一些办公楼。看着这个雨啊，有越下越大的趋势，所以不得不走快几步。前面这边呢是 Toronto Harbour Water Taxi， 就水上出租车，应该是去对面的岛上的吧。半年当中连续2次的访问加拿大，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因为有孩子在这边读书，然后跟他的交流，加上我们自己亲眼所见、亲耳所闻，就对这个城市呢有了一些从模糊到清晰的认识。怎么说呢？确实它是一个成熟的社会，但是呢，对大部分的加拿大人来讲，不管是新移民还是老居民，他们的这几年的日子其实过得并不宽松，甚至有很多人呢越来越感受到通货膨胀的压力。现实当中的年轻人找工作没有那么容易，特别是要找一份跟自己专业比较对口、薪水高于别人10%几20%的工作呢，恐怕就有200多个人在那边竞争。所以很多人呢面对这样的现实，他们只能躺平，就观念也躺平。比方说找不到好的工作呢，就随随便便找一份工作先混着再说，时间久了以后呢，就失去了斗志了。就大概就这样。从这边呢，还可以拐到湖边去。虽然已经有点下雨了，还是准备到湖边去稍稍的走一个。这边呢，就看到一个湖滨的地图啊，其实是一个 Toronto Island Park， 就是这个湖里面有一个岛，应该是一群小岛。
就像我那天说的，它有一个机场，然后呢，就是一个巨大的公园。改天呢，可以搭这些水上 taxi 到那边去走一走。这边呢，其实就是一个 ferry 的 terminal， 就是从这边呢可以坐摆渡船到岛上去吧。这个雨看来是必须得要躲一躲了啊。看来呢，加拿大的天气啊都有差不多的地方啊。就我们在温哥华这边呢，就发现天气啊一日多变，一会儿晴一会儿雨的。其实到了多伦多呢，感觉也差不了太多，也是不断的下雨。我看有必要到树底下去躲躲雨才行。看看啊，这个湖里啊已经是波浪翻滚了，这个雨真的是越下越大了。好，终于来到了有一片屋檐的地方，到这都躲躲雨了。这个雨下的还蛮大的，你看，整个的海滨这个小港湾下起了大雨了。看来雨势渐大啊，我们只能在这边等候一段时间了。正好呢，可以看看这个湖面，看看这个小的港湾。看到前面啊，飞驰而来的水上出租车。其实这个位置呢，可以看到CN Tower非常高耸的一座电视塔，边上的全都是那些造型各异啊，尤其做成圆弧形的高层的公寓，无非呢就是希望让每一户可以望江的这个房子显得更多一些，让大家有更好的望湖的美景，那么可以卖得更贵一些，肯定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啊。好了，我们在这边耐心等待吧。我相信它这个雨下一阵还是会停的啊。好，现在呢，我走过这条Harbour Street，前面呢就是我小孩的宿舍了。今天呢就是随意的再出来逛逛啊，然后呢也聊聊我对加拿大的一些感受。那总的来说，对这个美丽的国家有着非常好的自然资源啊，这种环境非常优美的国家呢，确实内心来讲是赞赏。
但是呢，如果你深层的去了解一下他们的生活的状态，就加拿大人的这种状态，我觉得他们有很多的无奈，很多呢，也就是大家常在心。当然，全世界哪里的人都是这样的日子，但是作为一个新的移民或者移民的后代，他们希望肯定是有更高的境界，不仅是远离贫困，更多的呢是他们希望能够去获得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，真正能够去改变他们的命运的，就是他们的社会地位和他们的价值体现。好，有点瞎聊，我也到了我的小孩的住所附近，我们下条视频再见，谢谢大家观赏，拜拜。